自去年11月起，长达1个月的时间，在上海人民广场一家名为茶之蓝的奶茶店，每天雇佣100人，在奶茶店前扮演消费者，虚假排队。虚假排队的人在中国大陆被称作是托儿，通常是指在商店或者是路边小摊儿，卖家雇人假装是顾客，做出种种姿态，引诱真正的顾客来购买其产品。不知道卖什么的，这仨女的全是托啊。挑啊装完了撒了，这卖东西还搞托呢，这真恶心，真服了，真忽悠这人呢。你看，到来了啊，倒出来了，然后再装，到时候再装。中国经济持续的下行，各地餐饮行业生意比往年更难做，街上关门转租的店面是越来越多了。一线城市广州、上海也是一样。大陆各地餐饮人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当下餐饮市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寒气逼人。餐馆客流量大量下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城市白领们面对公司关停、裁员大潮，开始减少消费，不少人不再点外卖，而是自己带午餐。有的餐馆因为生意不好，就花钱雇人当托儿，营造出生意红火的假象，引诱真正的顾客前去消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近日，一名女游客无意中发现西安一家网红肉夹馍店雇人排队假装购买，营造商品热销的假象。一名年轻女子3月17号发布视频表示，她和朋友4个人到西安去旅游，在回民街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排了好长队超火的老马家肉夹馍饭店，排队人中好多人都是托儿。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到那个西安，然后4点的时候我们去那个高家大院，到高家大院旁边就是那个老马家的肉夹馍，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视频，我感觉说，哎，这个老马家肉夹馍人挺多的，排挺多人，我说，哎，我想发给我的那个朋友去看一下子，他这么多人，他家肉夹馍都好吃，每一个路过的游客都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录了一个，因为我们当时着急去那个。女游客说，她录完视频以后，他们几个人就去高家大院看民俗艺术表演华阴老腔。1个小时看完表演以后，他们又路过马家肉夹馍，排队人还是那么多，她又录了一个视频。我就开玩笑的说，我说不能是托吧，不能是托吧，然后结果真是，我就把这个4点的和5点的这个视频2个我比对了一下，我发现有4个一样的人在排队，一模一样，穿搭鞋也一样，对，就是一模一样，很明显能看着的。今天是17号，是我们来到西安的第2天。我们今天中午起来之后，我们又来楼下去那个肉夹馍了之后，那个人还有昨天排队的人，然后还有今天新排的人，然后我们就偷偷跟了一下那个人就是他排完了队之后，他溜达一圈，他又把肉夹馍还回去了，然后呢他又继续去排队。这名女子在视频中呼吁西安政府重视这个事情，不要让其他消费者受骗。她说，15块钱一个肉夹馍卖得那么贵，还那么多托儿，非常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性。这个视频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西安确实如此，我被坑过，被讹过，而且还不只是西安，全国好多旅游城市的网红店之类都雇托儿。中国大陆各地餐饮市场都不容乐观，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生意比往年更难。一方面消费下行，客流量减少，另外一方面行业涌入大量创业者，竞争压力变得更大了。真实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呢？博主啊，作为我自己，我以前是做餐饮供应那一块的，我是负责给餐饮供那个腊制品啊，供一些食材这块的。我之前加了有5个群，都是大群，里边全部都是一些餐饮的老板，或者是餐饮里边负责采购的厨师啊、厨师长一类的这种人啊。但是到今年为止，就是从19年到现在为止，这5个群陆陆续续的都已经解散了。为什么会解散呢？就是因为里边的一些餐饮店啊，陆陆续续的倒闭了，倒闭率能够高达96%以上。就是你剩下几家的话，不足以支撑一个群的运作，所以呢，群主就把这几个全部都给解散了。博主说，有一段时间，群里边几乎全部都是求职的厨师和餐饮转让的信息。他认为餐饮寒冬已至。可能会有的人认为啊，我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小型的餐饮，并不是这样的。里边大型的餐饮连锁也有很多，有在全国拥有几十家连锁店的这种大型的餐饮啊，也有。之前的采购量
多的时候每个月跟我的采购量，光蜡制品这一块都有4、5千斤，但是现在倒闭了。你能想象吗？广州的永庆坊、上下九步行街这些很多店铺竟然都是8点、9点半关门，然后我们现在在路上找吃的都很难。这里是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新城万达广场的步行街，晚上9点。虽然这里不算广州最繁华的地区，但也绝对不荒凉。灯火通明的步行街上门可罗雀，仅有奶茶店还有那么一点人气。这可是广州啊，传说中的宵夜之都，夜生活非常发达的地区。附近的房价不低，还有很多写字楼。来全方位感受一下人气到底有多低。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打击路边摊，因为客流量实在太少，在路边摆摊纯属自找不自在。基础设施还是很好的，人行天桥和停车场都很健全，可惜就是没有人。再看看写字楼出入口处临街的那一面，很多店铺不仅是关门，简直就是倒闭了，连停车的地方都是空空荡荡。又走了几百米，总算到了一处还有人气的地方，这附近著名的夜宵一条街，老板吆喝得很卖力，但你可以自己看一看这里的上座率。晚上9点啊，难道不应该是广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吃夜宵的黄金时段吗？粗略目测一下，这儿的桌子有90%是空的，这样能经营下去吗？我心里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广州都如此，其他地方呢？我简直难以想。下面是一位网友在广州海珠区拍的视频。你们看看这个倒闭一条街啊，这个店是新开的，它本来是那个奶茶全海珠排名第1的那个奶茶店，好，现在变成富安辣了。然后这个店忘了是什么一店，然后现在又变成新装修了。前面还有几家，现在全部倒闭了，全部都在旺铺出租了。这条街真的是这些门店换来换去，尤其是这个位置，可能它风水不是很好，一个季度换一家，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市场含义不只表现在广州，大上海也是一样。因为在上海徐家汇开了2家面馆的老板坦言，今年面馆不好做，大家业绩都在紧缩，做的事情远比去年多。平台霸王餐免费试，陵园探店还请了歌手驻唱，但成绩却不如去年。这名女老板在上海开了一家网红面馆，经9年后倒闭了。很多人以为这家面馆很赚钱，但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并非是如此。中午的时候，你们很多人吃过都觉得我们家排队我们是里外门口还有几个座位都是全满的，都觉得我们生意爆火，不可能关的这家店。对，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是亏钱的。一方面就是它的固定成本，房租人工一直居高不下，还有就是周边的人流少了很多。房租多少钱啊？我们按年差不多50。1年50万。李老板提到，去店里吃饭的人流少了很多，现在各大公司都在裁员降薪。白领人群越来越理性务实，精打细算，收缩开支，自己带午餐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一家3口在上海1个月吃饭这块的费用也就1-2千。我老公公司提供早饭和晚饭，午饭都是自带的。我是在家办公，1日3餐也都是自己在家做饭。我粗算了一下，如果我们2个人每天中午都点外卖的话，至少每个月要多产生1000块的费用。我和老公工作12-13年了，一直都是带饭。以前他单身的时候，每天晚饭到家自己做，稍微多做一点，留着第2天带饭。有人说我们带饭是为了省钱，的确很省钱，这也是一部分啊。还有就是我老公每年体检都胆固醇高，外面的油水都太多了，自己做饭都是以清淡为主。现在结婚了，饭都是我来做，他也不挑食，我做啥就带啥，有时候懒得弄了就给他做个蛋炒饭，也从来不说我做的难吃。这一晃老公12年毕业到现在10年多了，真的很少点外卖。他们公司带饭的人挺多的，男的女的都有，有的是媳妇做的，有的是老公自己做的。我觉得带饭也是一种幸福，自己带饭又干净又省钱。其实在月薪15000，我为什么坚持上班自带午饭呢？今晚下班后去买了些打折的菜，1小块冬瓜1块8，一把苋菜3块5，一共花了5块3，准备炒2个菜，辣炒冬瓜和清炒苋菜。别看只是5块钱，其实分量很大的，我一人一顿是吃不完的，所以我会分一半的菜当做第2天上班带的午饭。要是点外卖的话，一顿都要20多块，都够我自己做饭吃4顿了。其实外卖很多都是预制菜，有些商家为了省成本，用最差的食材，长期吃一点也不健康。自己做饭呢，虽然多花些时间，但是比外卖吃的健康放心又省钱。1个月算下来，1日3餐自己做饭的话，500就够了。我呢，河南农村走出来的，从小就学会了做饭。我知道花钱容易赚钱难。毕业后，我一个人来到杭州工作，第一份工作只有3500。为了省钱呢，那时我就开始了自己做饭带饭的习惯。这一坚持就坚持了7、8年。我呢是一个赚3500就能存2000，赚1万就能存8000的人。
这6年以来，我自己做饭代换，吃得很放心，也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我也存下了人生第一个60万，在杭州付了房子的首付。上海同事午餐吃什么？番茄炒蛋加。今天是自己带的。是的。怎么感觉好清淡哦？就一个菜。对啊。是什么番茄炒蛋加虾仁？对，是的，比较快。PK 今天带的什么菜？番茄炒蛋盖浇饭。今天菜看上去很好吃的。是吧？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番茄炒蛋加鸡腿。哎，对的，下面还有一个平菇炒豆片。哦，所以有3个菜。哎，对。今天是老婆烧的了吧？是老婆烧的。是老婆烧的。对的。没有外面买的加菜了。没有。现在天冷了，它能烧了，天热不高兴。好的。昨天做的麻辣香锅。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哇塞，这份都是你做的啊？就混炒啊，就藕片呀、鸡翅呀、土豆这种的，要啥没啥的整着啊。看上去好好吃哦。我去干饭了。好的。 50万3个就关门，餐饮小白千万别碰这3种店，谁碰谁破产。第一个网红店，像这种给你展示门店排队视频的，什么芝士龙虾拌饭、彩虹馒头，火得快，死得更快。记住，像这种不给你看门店流水的品牌，直接拉黑。第二个，大厨当爹的店，你的厨子就得死，雇个厨子工资8000，他一生病，你的店就得瘫痪。第三个，咖啡奶茶店，咖啡有瑞幸，奶茶有蜜雪冰城、霸王茶姬，大家自己品，可以卷得过谁？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